我想要的也是一个能跟我同舟共济、同甘共苦、并肩而行的郎君，而不是你。对不起。爷才不在意的。对不起，其实我也不想伤你，但我更不想拖着，让你一直怀有希望，更不好。那个周望啊，让他把织过的花本都复制一遍，让他暗中购买一些织机和丝线，分批运往南诏，切记不要留下痕迹。那余家从古北村带回来的那幅纹样要偷回来吗？放在基因那儿吧，我相信他会给我惊喜的。师兄不是想用那幅花本收复余家吗？现如今对我来说，季莺莺要比余家更加重要。与其收复余家，还不如收复季莺莺呢。洋洋，杨警官来找你。他来做什么？还嫌事不够多。阿兄，你告诉他我很忙。看来是真的很忙啊。怎么聊？蜀红丝正在染制，杨警官未免督促的也太勤快了吧？毕竟是共锦染丝，可不能掉以轻心啊。那您看看这蜀红，可是你想的那蜀红？我去拜访过于掌柜了，村子里的事我都知道了。哦，白胜我也查过了。哦，哦，他可是个精明的商人，来历不明，不知所图。这我知道。但是这益州城一大半的商人，哪个没点城府，没有危险呢？起码他不怕牛家，也不怕赵家。若有必要，与其选择盘根错节者，不如把这个新入局的拉到自己这边。既既已无路，何妨一搏？是这么个理。季莺莺，我不是想阻你行事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那样一个不知底细的地方，这样一个来路不明的人，你就不能喊上你的盟友，陪你一起，这很难吗？当初是谁口口声声的啊，叫我给他托底的？你凶什么？之前赵修元也说过会一辈子站在我这边，可是结果呢？我与他青梅竹马，尚且如此。
我不是疑你，我只是习惯了。不能握在自己手中的都不敢依靠，只有靠自己的双手，让自己强大的快一点，再快一点。我不是他，我是杨静兰。我杨静兰所许下的承诺，一辈子也是一辈子，荣辱与共，生死不弃。知道了，你有杨三郎这样的盟友，是我之幸。怎么了？我还要继续染丝，你先回吧。阿兄，哎，来了。阿兄送杨警官。杨警官，这边请。这回事儿。嗯。我杨静兰所许下的承诺，一辈子也是一辈子，荣辱与共，生死不弃。兄，我想到一个锦上添花的好法子。什么好法子？夫君，出去。夫君，我亲自下厨熬的参汤。夫君近几日辛苦了，喝了汤，同我回屋歇息吧。夫君，成婚这么些时日，你夜夜宿在书房，都不肯碰我一下，这赵家上下可都看在眼里了。
你会介意别人怎么看你吗？你我为何成婚？这赵家上下谁人不知啊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做什么。我只想夫妻和睦，如今也成了算计吗？你是何等人呢？会想夫妻和睦？你不过就是想怀上我的孩子，之后我便没用了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掌控我赵家上下。夫君是在设计新的贡锦纹样吗？赵家以往的不行吗？还是夫君想学姬莺莺，一鸣惊人，为长安看重，为节度使看重，以后便不必再仰仗我牛家权势。听说郎君前几日与季娘子送了消息，余家便是郎君刻意排挤，送给季娘子的吧？如果我阿耶知道郎君是如此两面三刀之人，不知会作何感想？他最近应该没有心情去听一个屡战屡败的女儿胡说八道。赵平，郎君，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进入我的房间，否则打死无论。是。郎君好大的气魄。没有你牛五娘，我赵家照样给牛将去支解，但没有我赵修缘，你赵二夫人毫无价值，孰轻孰重，你比我清楚。客官里边请。于掌柜，知锦在即，我飞花会亦有善之意者，今日想给您引荐一下。哦，季家锦房季耀庭见过于前辈。耀庭不善纹样设计，唯在织造一环卓有心得，愿助于掌柜一臂之力。季郎请坐。多谢于掌柜。9年以来，这双手从未停歇。季郎技艺不减当年呐，我于家织锦房恭候季郎君。多谢于掌柜。于掌柜，我今日来还有另一件事。这禾穗锦虽然历史悠久，古朴醇厚，可是时人多求新，光靠上面的纹样怕是不足以吸引人。我想在不改变原有花纹的情况下，增加其生动性和光泽感。譬如通过丝线的颜色调整，或是纹路重构，使其流光溢彩，织出一幅禾穗流波锦。禾穗流波锦，金色禾穗随风起伏涤荡，卷起万千岛了。季娘子，这锦的明暗光泽，一般来说，取决于丝线的光泽、颜色的配比、织法的组合而决定的。若要尤为突出这波纹流动之感，那在技法和颜色配比上就要推陈出新。当然，其难度呢，不亚于研发一种新锦呢。如今，这禾穗锦的花本，我还尚未还原出来，你又要我织出波光粼粼之感，
真是难上加难呐。我阿兄昨日也这样说，但是茵茵认为，我们既然要织，那何不把它做到最好呢？配色我可以帮得上忙，纹路我们可以借鉴蜀绣技艺，但是在织法上还得请您还有师傅们多多研究了。季娘子，这研究禾穗流波锦呢，它不只是技法上的问题。那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？没有钱就没法织锦。季娘子，一种技法的研发，初期就要投入许多钱帛的。可余家和飞花会，我之前送过去的不够吗？感谢季娘子的资助，才保证我余家的工人和织机。可是，要研究新锦，需要多少？至少90贯。于掌柜，您与我阿兄只管负责研究如何织，钱的事情。钱，爷要钱有钱，要长相有长相，那他凭什么不喜欢爷啊？是3国酒。季娘子，您接着说。钱的事情，我来想法子。法子，他不喜欢爷，爷有什么法子呀？爷也不长得身上。于掌柜，看来我得好好的去安慰一下我们的名誉会长了，失礼了。爷都想，就算是阿爷打死爷，爷也要去人家入赘。闭嘴！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爷就说，爷就说，爷还，你敢泼爷？你别以为爷不打女人，你就可以随便欺负我。泼的就是你，你在这儿鬼哭狼嚎，若流言传出去，你让平儿以后怎么做人？也没想那么多呀。那你想什么？爷就想成为平儿喜欢那样，能跟他一起同甘共苦、并肩作战的郎君。啊，可爷不是那种人啊，怎么办呢，莹莹？你先别管平儿喜欢什么样的人，你先想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做个人啊，做个堂堂正正、有事可做、有钱可赚、有人尊重的正经男人。那是做什么呀？要跟你们一起染丝吗？爷也不会呀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所长，我这儿正好有一件适合你的事。什么事？赚钱。王掌柜，哎，来了。掌柜好。我们飞花会和余家合作了禾穗流波锦。禾穗流波锦，诚邀入股，还望支持。我们3日之后会在岳不环酒楼进行拍卖，还希望陈掌柜大驾光临啊！好啊，飞花会的事我一定去，定会赴约，一定支持。禾穗流波锦，诚邀入股，锦城分利。这不是锦还未成就让咱们投钱吗？所以我就说嘛，他一定会给我惊喜的。只要跟他从头开始，重新再来，这织锦不就学会了吗？他和那个杨警官情投意合走得颇近，杨警官查的又是……师兄，还是离那个季茵茵远一些吧，免得惹祸上身。他俩有情，我却无心，输的自然不会是我了。不过这女子嘛，一旦陷入感情，往往就会左右她的判断和选择。季茵茵要发展她的事业，这可不太好。我得想一个办法，让她离那个杨静兰远点儿。
这晋娘子倒是想了个好主意，可这些人不是怕得罪牛景，不敢买飞花会的丝吗？这几年，他们敢买？大姐夫背后谁家没有靠山呢？为了几筐丝得罪牛景，的确不值。但是锦就不同，重利之下必有勇夫，便是不买，也得过去看看。爷知道爷很潇洒，你也没必要这么看着爷呀。你这个人啊，看似肆意不羁，其实呢，还挺通人情世故的。逆死我！走吧，看看热闹去。老夫。来，坐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呦喂，这不是大名鼎鼎的杨警官来了吗？欢迎！嗨，来，里边请。14啊，之前都是别人来招待你，怎么如今换做你来招待别人了？刘伟，你阿爷被罢免了。你能不能别老惦记我阿爷？他现在一提起你就头疼。我现在是飞花会的名誉会长，那飞花会有事我肯定帮忙。再说，以爷的能力招待客人，那不绰绰有余吗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英英说了，你是警官，你不能拍，所以没给你留包间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要我们走？白郎君这边请。哎，还有包间吗？他有。看来新娘子是不欢迎我。晋娘子亲自相迎，白某愧不敢当啊。嗨，你有钱，当得起。杨警官，这边请。我要包间。杨警官，诸葛郎君，快请坐，这是我们自己人的位置。你再说一遍。坐还是不坐？坐。自己人。白郎君这边。坐。自己人。您慢用。玉掌柜，你，杨夫人怎么了？我是开酒楼的，他是来赴宴的，都是来赚钱的，有什么不妥吗？在。坐。长见识了吧？我们属地的女子，脾气各有不同，一个不小心惹她生气，那可就不好哄了。金娘子，生意兴。各位益州的同行，大家安好。各位都已知晓，我飞花会和余家将要联合研制一款新锦。众所周知，新锦问世，定然大卖。今日我邀各位掌柜前来，拍的不是这新锦本身，而是新锦意味着高额盈利，拍成者便可得这新锦2/10的分利。也就是说，若每卖出1匹锦得利10贯，那拍主便可得2贯分利。新锦未成，因此今日我向大家展现的是这锦的纹样，大家请看。
在益州城外有一处名为古北村的地方，世代信奉祭神。这麦穗文锦是村中的信仰，禾穗是祭神的恩赐，让众生有粮可饱；蚕丝是雷祖的造福，让众生有衣御寒。而这锦上流动的波纹，是光，是水，是风，是上天与我们的恩赐。20贯起拍，竞拍开始。怎么无人竞拍啊？他们大概是在担心研制不出来吧。诸葛郎君，我们飞花会是绝对不会骗人的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些钱对于这些人来说不过是9牛1毛，他们不是不信，只是没人想当第一个出头的。你不会要拍吧？这警官要是拍了假，谁还敢出价？我没钱，捧个人场。哎，这方锦既有悠远传承，亦有新意，本官很是喜欢。不如季娘子把这方锦交于我，我来帮季娘子请节度使慷慨解囊，如何？杨警官，这点小事就不用劳烦节度使了吧？待锦织成了，再献给节帅也不迟。诸位一直不拍，这锦何时能够织成啊？不如这样吧，季娘子，若第一个喊价之人最终能够拍得此锦，你可以与他什么好处啊？那便减1贯钱。若没有拍成，第一位喊价的客人若日后想要与飞花会订丝，那第一笔订单亦可折价1成。拍不成也有好处，那我出价21贯。21贯，诸位可有再加价的吗？主任，这锦若是被赵家所拍，恐怕再也没有问世之日了呀。再等等吧。季娘子，价高者得，该落锤了。60贯。金娘子，那人不懂锦，也不知道这仙锦的价值，我愿出60贯。拆自家夫人的台，帮别的女子抬价，夫君做事当真别具一格呀。不如夫人。赵家主，赵二夫人，我记得今日没有给2位送过拍卖会的请柬啊。我们慕名而来，怎么，我夫君拍了这锦，季娘子想要不认账吗？2位之前不在，自然也没听我介绍。这锦寄托着古村的信仰，古村世代信奉祭神。在拍卖会之前，村里的李正还特意算过一卦，晋沾兵戈之人。所以我未请2位，2位也不能拍，抱歉。
什么时候野村的习俗也需要景王去遵守啊？诸位可还记得这一周景夜是以谁为首啊？此事我已向景官府呈报。本官总知道景王与景王夫人守一守这规矩，实在是天意难违，王法难违，不愿将这景交给二位。好，那我倒要看一看这天意王法，想要这景落入谁的手中。好，那我就让赵二夫人好好看看。请帘幕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英英也曾料想诸位不愿大张旗鼓，所以早早地做了布置，每个房间各有一个号牌，一根丝线，对应台上的铃铛。铃铛属于谁，只有各位及飞花会知晓，绝不外泄。诸位若想竞价，牵动手中丝线，铃铛一响，则表示加价无冠。各位，竞拍继续。弟子1号25贯，皇子2号30贯，天子1号35贯，弟子1号座50贯。这50贯可不是一笔小数目，锦娘子可还满意了？我心里的是90。弟子1号50贯，还有人要加价吗？杨家愿出70贯。是盲牌吗？杨家这是何意啊？哎呀，不愧是杨家长氏夫人呐！先生，还不到90，你看起来似乎一点也不为我担心啊。论起做奸商，还是锦娘子更具天赋，我更是期待你偷着。弟子1号80贯，这弟子1号似乎也志在必得呀。哎呀，白某愿出90贯。杨家95贯。白某100贯。
100贯依次。100贯，绰绰有余了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功成身退了？100贯2次。弟子1号105贯。多亏爷这好点子吧，但是你们都不懂人心。弟子1号105贯，可还有要加价的？105贯依次。105贯2次。不应该呀！爷叱咤赌场这么多年，分明看出白胜那小子势在必得。这个事情要搞砸了，英英会杀了我们的。你的。白郎君，还要加价吗？白某觉得还是不要夺人所好的好啊。金娘子，您请吧。弟子1号105贯3次。成交。13、14吧。逆子。其实晋娘子不用这么客气，白某只是替晋娘子叫了2口价而已。弟子1号。真是没想到啊，晋娘子如此坦诚。白郎君早已看穿，我又何必隐瞒？说来这何遂刘波锦与白郎君还有几分缘分，不知白郎君可愿意出资？白某倒是觉得这杨家出价不菲呀，晋娘子为何要选择白某啊？杨家规矩太多了，花本未成，这磨合起来太费劲了。如果白某没有猜错的话，杨家之所以会拒绝晋娘子，是因为明面上没有拍成，但最终却得到了景，就会背上一个暗中抢夺匿名买家拍品的名声。这个名声可真是不好听啊。不过，白某的名声，在晋娘子眼里也是不值一提的。白郎君哪里的话？白某还好奇，你是为何如此笃定我会答应你的呢？白郎君向来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既然早料到我要说什么，若无兴致，又为何会来？好，钱我可以给，但是
白某有白某的规矩。白郎君，请讲。第一，3个月之内必见新景。好。第二，景样是怎么想的，怎么编织的，白某都得知道。第三，白某要去余家景房监工。余家景房不是季家，不是飞花会，我做不了主，这还须得向余掌柜。可以。余掌柜。余掌柜。100贯，1个子儿都不能少。织锦只能看，不能插手。全听余掌柜安排。那祝2位研制顺遂。